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男刀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，然后他的出装符文搭配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他的最近的一个战绩啊，他这局的话，就打的局的话就是传说局4000分的样子，然后出装还有符文的话有一些变化。得看情况带啊，有时候你觉得对方的阵容比较脆啊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带3红，然后配1黄都可以。但这局的话是但现在的话就是三绿的话还是比较优选一点，还是建议大家带3绿。然后，像那个什么征服者跟征服者的话，你看情况嘛。如果有一些你觉得打得好吃力啊，对吧？你可以尝试带迅捷步伐，容错率比较高，打完以后快速能拉开距离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吃到太多伤害。像现在啊，男刀的皮肤的话，我感觉就这个戏曲风格的，还有另外就是剑仙系列的男刀皮肤会比较好看，特效比较不错一些。感觉剑仙的话是比较飘逸一点，这个的话就是它的 W 啊，就是水墨元素比较重一些，就比较丝滑，像吃了德芙一样丝滑。这里的话不能再吃了，对方已经出来了，因为刚刚那2波兵线是进塔了，所以不吃也没办法，不吃也是浪费。反不如直接吃了，能增长一点经验，主要是为了吃经验。前期的那点金币惩罚就吃的不多的，野怪刷一组野怪都抵得上吃。一波兵线多2个吧，差不多。因为前期对打野的那个金币那个小兵惩罚还是比较重，两边前期都很很和平啊，对方也不来抓，他也不去抓。对于男刀来说是好事情，因为男刀前期是打不太过那个盲僧伤害更高一些。但到了那个2进呢，反正就随着等级提上来以后，男刀的那个攻速啊那些，你就会发现顺很多。这里的话来尝试抓一手，这里斜这个角度 ，W 进场直接伤害灌死。瞎子在下面抓了2个。最怕这个时候故意走到你旁边，以为没事也要给你戳你一刀，那就是惨痛的打击。像自己家打野已经去上路了，这个时候你对面打野只要不出现，你一定要注意。不能往前冲。这里对方直接过来反野了，快去上路把河道蟹，别被对面抢还是被吃了。对面瞎子是吧？到了这个分段，两边的博弈都是比较来劲，特别是野区前期的野区的一个博弈啊。
不过这局还好啦，这局的话，中上才是这局的关键。伊泽瑞尔的话，他不算是大核，他只能说补一些伤害，他的伤害没那么稳定，一旦被躲的话，他就没伤害了。这里对方不敢接大招，盲僧的话，这边就是上中野的一个，对面瞎子是没有闪现的，这里第一时间直接给伤害给到这个亚索，所以这样子上肯定得没呀。对方直接接大招，闪现拉开给大招，E技 Q 技能 Q 一下，在在 E 技能拉开，伤害太低了，还是得3项做出来以后，后续伤害才多一点。那这里面的话，先锋应该是拿不了了，得看一下双人路这边的小龙，看怎么拿。卡了一手装备，红的话跟那个蓝 buff 那边应该会被对面入侵吧。但这里绝活哥还是打算去尝试抢先锋。哦，这一局是龙的话，火龙的话。看看他，就选择过来抓人，打不太过样子，不是吧？少了个大招，有大招的话，哎，就刚刚那波啊，卡装备有3项的话，这波其实很舒服的。那2个资源都掉了呀，2个资源都掉的话，前期来到一个大劣势。哇，被这接起来了。但防御塔先收掉了一个，先杀亚索救一下队友，还行，这波勉强打回来一些。中路一塔没掉，可以反推对面一塔。3个人同时推，但睿智回家了，2个人推的，没事。杰拉这英雄还是可以的，在到了中期以后可以去反对方野区。但这个前期的劣势还是，蛮大的。虽然说打回来一些，盲僧那边主要就是在盲僧那边吃他那边的经济压太多了，一遇到盲僧的话，给盲僧找机会。这边还没那么好打。像卡玛的 W 技能是可以破隐身的，只要你在草里面或者说在哪里的话，你的那个 W 技能它一样是可以显露出来，就是正常只要你那个敌人在你的范围 ，W 技能就是可以破隐身的。所以你们比如说对面选个提莫辅助的话，想隐身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，用 W 来破对方隐的一个潜行。所以刚刚那个男刀被那个开了大招以后，也是被对面显形的情况，就是对面卡玛。哎呦，上路逮到机会了，对面刚好是对面卡玛回家的一个间隙，然后对方射手上来浪，这种就是拿到金优势以后啊，在那里嚣张。对面直接买个反甲加一点补甲就打不太动。哎，对啊，刚刚那波抓那个杰斯血亏，说实话就不该去抓他，直接放了他的，赶他走就行了，不让他推那个上洛尔塔就可以了。
像男刀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点，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第一件选择做那个三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男刀啊有个点，你比如说你 E 技能过强以后 Q 上去接 W 接 A 对吧？你打完这一套，你发现你征服者还没满，你还得后续再 A 多几下，或者甚至说开大招，或者说后续再补上 Q。所以男刀在这个版本就是现在有点尴尬，要么还是带那个叫什么？但这局不带征服者，说实话很难打，没有后续伤害。就是怎么说呢？男刀不像佛耶哥啊或者盲僧啊这几个英雄那么容易去叠满征服者，所以这个版本带迅捷步伐和带那个仙宫就是之前也是带仙宫啊。可能有一些，比如说你打的比较顺的局，比如说你认为这个阵容你带就是你觉得你挺好打的，你就可以尝试这样子去带。这条龙是必须要抢，不然的话第3条龙压力特别大。这里的话先打人了，只能是伊泽瑞尔的话，对方想秒他，只是第一时间选错了对象。他们秒辅助都好过去秒伊泽瑞尔，为什么呢？伊泽瑞尔现在闪现加 E， 只要他的 E 技能不乱交的话，其实你想很难杀死一个伊泽瑞尔的。但伊泽瑞尔就是一个点，就是伤害不好，不容易打满，知道吧？一旦对方有个前排顶你的话，伊泽瑞尔就很难说啊 Q 给到对面一些压力，因为肉扛住那个伊泽瑞尔的 Q 还是蛮舒服，蛮容易扛。这打一把下来才这么点输出，按那个治疗量和输出那个征服者。而且有一点哈，在这个版本不像之前的版本那么容易秒人，所以男刀来到这个就有种怎么说呢，秒不太动人的感觉。就还是得后续去补平那些伤害，所以现在第一件征服者的那个3项的那个出装啊，优先级很高，也需要一些坦度，然后需要一些攻速，然后有移速的话更好去拉扯对方，拉开以后再回身 Q， 或者说直接就跑路了。对，越墙过来清线。小心盲僧的 Q， 这时候对方想碰龙吗？往中路靠了，做个金身先。这波说实话，男刀可能都得先提前进场，没有太多开团的那个，就是反倒是男刀开团，感觉会舒服一些。这里也不要太着急翻墙进去，这个时候再进，绕到后排，对吧？再翻墙一个金身规避伤害，对方再追的话可以交闪，这波闪现交的在干嘛呢？对面是应该是做了那个冰刃的冰刀，所以有减移速。但这波闪现好像是撞墙了，是吧？如果不撞墙都不会这样子，原地闪现好像，抽象。这局看起来打的真的很难受啊！为什么？很便秘的那种感觉，秒不掉谁，谁都秒不掉。对面卡莎也不好秒，卡莎都直接飞到前排去了，你怎么可能去进前排，然后被人家一起群殴是吧？这时候只能找后排，唯一好欺负的就是对面卡玛，而且卡玛有 E 技能拉开距离的话，你还不能随便进场，进场以后对方不打了，然后回来就找你。所以刚刚你可以看到，
就不能说第一时间就进场，还得就是不能无脑，是吧？还得考虑一下，去绕对方。这里的话，3个人直接追，直接开大灭追了，给伤害秒掉这个亚索以后，传送上去，直接可以开大龙。对面掉一个亚索，掉一个 C 位是完全可以尝试打的。而且有小龙了，所以第3条小龙其实不关键的。哦，一个闪现 Q， 直接金身，对方很敢冲啊，直接死了。这里面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伊泽瑞尔的话，伤害他只能说一套一套，而且持续伤害有点爆发，但持续伤害不高。没有卡莎那么来的那么得劲。这个版本玩特效流，虽然说并不是说特效流有多强，不过首先跟你讲是特效流装备都加强了，然后呢，特效流装备你说也非常非常强嘛，也不至于，但就是暴击流太弱了，对于一些英雄来说，像卡莎这些玩暴击流出装的话太弱了。唯一在这个版本玩暴击流厉害的就是那个，德莱文和那个卢锡安吧。硬要说的话，沙弥拉，我感觉沙弥拉属于另类的一种射手。这里的话是做了这个斗篷嘛。然后选择做这个青龙刀，最后一件，因为伤害确实差了一些，所以需要青龙刀这种来弥补一些伤害，才能更好秒对方，不然爆发不太够。但有个点，男刀强就强在他的 E 技能啊，太容易去拉对面的阵型了，因为可以无视地形嘛，去各种翻墙，去找节奏。这里想用大招来找一下对方，但对方不掉点的话，碰这条龙打不了这条龙啊。哇，对面杰斯这一套消耗打得很痛。这边没有很好的一个开团英雄，亚索的话就在那里偷塔，直接上来秒。那这样的话，亚索风墙挡掉了大招，剑魔又被秒了啊，辅助又被秒了。伊泽瑞尔的话侥幸活了下来，杰斯的一个进场，瑞兹有那个大天使之杖保了一手。像看这种高端局，确实能学到一些东西，但你没有这样的队友，也有时候很崩溃。因为什么？你会说，我靠，人家的队友，还要看看我们自己的队友，太难。对面拿到龙，可以尝试直接拿远古龙，对面复活两个人打不了的这波团，少了2个人打团。探照的话，看到对面卡玛跟那个亚索，瞎子的话在这里第一时间先秒瞎子，瞎子的爆发伤害是有点高的。看到他用完 Q 以后，立刻想跟伤害，还好。这里的话带着打野传走了，还好对面那个打野是已经挂了。差点出事儿。
这里找一波机会，看看，卡萨来了，看到了，那应该是会放这个2塔，因为没有那个大龙 buff， 要有大龙 buff 的话，可以尝试一波了。没有大龙 buff 的话，还是比较难。这边还是能守得住的。这里想尝试越塔嘛，掉了中1塔已经够了，后续已经打不了了，推水晶是推不了的。像如果够钱的话，就是把那个叶之锋刃换成那个复活甲，因为复活甲你怎么都是比，就是你多一条面，比什么装备都就是来的有用一些。复活甲的话，相当于一个金身，然后呢，回复半血的那个半血半蓝的那个生命值，差不多吧，好像是1/3还是半血吧。容错是最高的，就是复活甲的容错是最高的。这里的话，对方过来有风墙挡了一波伤害，不然的话，这亚索可能得掉点，把附加可能要把他的附加给打掉了。现在比赛已经来到21分钟了，低端局好难打到这个时间段。我感觉低端局的话，基本上节奏点不会太差的话，18分钟、20分钟已经算长了。然后我打了那么多把以后，我只有一把是出现就打了25分钟，然后那个塔的话开始燃烧了，就是燃烧血量。然后那局是什么情况？就是我玩个诺拉辅助，然后我朋友玩个伊泽瑞尔射手，然后中单是个莫甘娜，对面怎么都推兵线推不过来。这里的话找到个位置，先秒掉对方打野，可以。然后这个时候自己下来打龙，2个残血打不了龙呀。队友的话又不肯走，还在那里打，反倒是把刚刚拿到的优势给送出去了。这局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打得很难受，就是很憋屈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对方的阵容也是很能拉扯的，特别是有那个卡玛的那个 E 技能是吧，给加速。卡莎的话，这个英雄还是蛮灵活的。卡莎在这个版本，我感觉胜率还是蛮高的，选他这个英雄的话，比一些奇奇怪怪的，比寒冰就肯定高。我跟你说，寒冰这个版本，嘿，你找到9个进场。就是这个版本没位移的 ADC 太难。你看没有，大招潜行的过程中呢，他直接一个 W 就直接给你控了一手，你也没办法。这瞎子没有大招的，这个大龙的血量太厚了，打不太动。这里反对方的蓝，像这种蓝红 buff 在后期对面少一个蓝 buff， 就是一种怎么说呢？对对方限制其实蛮大的，他就不能说无脑的去各种丢技能，还是得控一下蓝量。但这里的话打了起来，拼场拼中了，大招给出来，一个 Q， 直接一个金身，先秒掉了对面的盲僧。这里直接残血的话，交闪现拉开了。这时候两边都是6神，
这条龙好像有点摸不了。这里伊泽瑞尔过来，先打着先。对面卡玛肯定会过来的，而且这条龙很痛啊，顶不太住，完了，复活甲打出来了。这里直接收2个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应该双龙会应该是稳了，先把这个盲僧给秒掉，这个龙不能打了。哎，不过应该是来不了了，这个盲僧。可以，那第一局应该就是这么艰难的赢了。后面的话还有2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这局会比较难，就是时间比较长一点。后面的话就稍微顺风一些。